有一件让我感到很奇怪，可偏偏发生在很多人身上。只要走进商场，我们就会自动进入一种今天来这儿就必须消费的状态里。明明出门前信誓旦旦地说今天绝对不会乱花钱，可是当你在商场里逛了几圈后，不管有没有需要，你都会开始找理由去消费。毕竟今天化了个这么漂亮的妆容，不来买几件衣服啊，今天就算是白来了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想来把这个现象拆开来讲，为什么现在的人很难在逛街的时候保持理性，总觉得今天好像必须要买点什么东西回家。有没有发现，现在你出门逛街，原因都不是为了有买东西的需要，而是因为你在家里待得无聊了，坐不住，吃完饭想散步，在电影开始之前啊，先在周边逛一逛，找点事情做。还有就是外面下雨，或者是天气太热，逛商场都成了不用思考的选择。一旦踏入商场的大门，远处就有一股魔力将你死死地吸引过来，就好比你明明刚吃饱饭，当你靠近一家甜品店，闻到那股奶油味、巧克力味、布雷焦糖味的那些气味飘出来，这该死的肚子开始有反应了。你真是饿了，不是什么都能吃得下。手脚啊也不听使唤，就这么走进去。还有你原本没有想买衣服，当你看到 Zara 店里那盏灯打得让人皮肤发亮，就突然让你有了想进去挑几件衣服的冲动。再来是你本来要进店里退货，在排队的时候随手拿起了一瓶香水喷了起来，这不喷还好，这喷了之后啊，你的钱包莫名多花出去了200块钱。你的每个决定并不是来自最原始的需求，而是周边整个环境在影响和放大你的情绪。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吃甜点，买新衣服犒劳自己；当你心情好的时候，看周围的一切都是附上了一层滤镜。比如说你今天刚好化了一个不错的妆容，加上试衣间的灯光和镜子的角度，这时候你套上一件普通的衣服，都会觉得它好像挺适合你的。等你回到家，情绪也变得正常后，当你再看到那件衣服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件有关于消费的选择，都是情绪触发的反应。不管是买菜、购物、点外卖，甚至是你去便利店随手买的一瓶饮料，都和被刺激出来那点情绪有关。你会因为鱼铺的老板态度好，就多买2条鱼；在商场看到促销的牌子，去买了原本不会吃的零食；在逛街时，因为柜姐夸你几句，就让你把这款包包带了回去。所以你看，你以为消费是选择，它更多是你开心时想奖励自己，难过时安慰自己的借口，无聊时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，压力大时想找个发泄口。而就在你的这些情绪被环境放大之后，你会开始变得不太能接受空手离开的这件事。既然你都为了出门而化了妆，加上要搭地铁，或者是开车停车，在太阳底下暴晒了10分钟，这些事情表面上是很普通，可它们全部都会在你的潜意识里变成一种今天我付出了很多，而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付出了却什么都没得到的结果。这就是沉没成本在生活里最真实的体现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是你越想花点钱，反而越买不到东西。从商店的一头逛到另一头，都找不到让你满意的东西，心里会慢慢产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压力。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买这件东西回家，只要它是看起来还能符合你审美之内的东西，都会变成你的目标。只有把钱花了出去，才能让你这一天过得完整。这种焦虑是来自于你只要没买到它就不甘心的情绪。以前有次我和朋友逛了几家文创的店，最后离开前他怎么着都非要买一件小东西，就算他家里已经有了一把梳子，他还是多买了一个仅因为图案好看的梳子。就是这种看起来只花了小钱，又是你平常不会考虑买的东西，才让你家里出现这些买回来却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小物件。衣服啊，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那件当初你在试穿时喜欢到不行的裤子，拿回家后发现嫌腿粗、嫌腿短，本应该去退货的，可你一想，我还要花时间，就想着干脆摆在那边，当成以后会穿的选择。
当你和朋友一起逛街，就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。你原本只是陪朋友随便逛一逛，自己也没有打算买任何东西，毕竟陪朋友逛街才是主线任务。你朋友越认真挑选衣服，你越不想显得自己扫兴。还有朋友所带来的那种兴奋感，也会在无形中激发着你想要去消费，想要去一起看一下。尤其是当你们一起走进几家服装店，看到适合的衣服都想拿起来试一试。就算你没有要购物的需求，有些朋友啊还会非常积极的替你挑衣服，把每一件他觉得适合你的颜色和版型全部拿出来。只要彼此都有参与在挑选衣服的过程中，这样的互动呢都是非常自然的。就是因为如此自然的互动，让你到最后啊心甘情愿把钱掏出来，反正和朋友在一起买衣服、逛街、试衣服，开心就好。那这些压力的来源都是在试衣间里出现的。你套上一件自己原本不会考虑的裙子，但你询问了朋友的意见，如果他说不好看，那就肯定了你不会购买它的理由。可但凡他说这个颜色显白，版型显得苗条，你会从原本的犹豫变成妥协买下它。要是遇到那种说服力很强的朋友，他说的越坚定，你越会怀疑自己的判断。说不定别人真的觉得这件衣服好看，那我也应该买下它。这就好比你们一起去买奶茶，如果你说不喝，朋友反而会因为一个人喝感到不好意思。你为了不尴尬，不做扫兴的那个人，最后也会点一杯。逛街时的逻辑跟这个一模一样，你会开始降低自己的审美要求，更愿意接受一件在你心里只是看起来还可以，但不是最喜欢的衣服。全部都是只为了整体的逛街气氛更融洽，哪怕不是你最满意的，只要能让今天看起来像是你和好朋友共同完成的事情，就会觉得这笔消费非常值得。每次走进商场里，在远处就看到对面店里的灯光打得很敞亮，橱窗陈列也被摆放得很整齐，再加上店内传来的一股木质香味，这都是吸引你走进这家店的理由。店门口摆着当季的新品，让你就算没有购物计划，也会下意识停下来，想象一下自己穿在身上的样子。你平时在网上看同一件衣服，完全不会动心，但是到了实体店内，你就是会觉得可以进去多看两眼。那另外商家聪明的点在于结账区的设计，因为排队的那几分钟里是最容易让你失去理智。在这短短的等待时间里，你的眼睛会开始自动扫到旁边的货架上，那里通常摆着一些价格不高、体积很小、拿在手里没有负担的小东西，比如润唇膏、发圈、便携湿巾、小零食、单片面膜、迷你装的物品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陈列，其实更容易让你觉得就算买了也无所谓。人在排队的这几分钟里啊，是注意力最松弛、决策门槛最低的时候，因为你不看手机，也不能离开队伍，只能呆呆地站着等待。只要在最后那几分钟里，你的注意力被分散走，就说明有很大的几率带走一个你原本没计划要买的东西。那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希望你在逛街购物的时候，面对店内的物品一定要保持理智的状态。希望你购物愉快，也理性消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